蓉儿，你可是有话要与本宫说？啊，皇后，这有些话臣妇实在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有什么话你便说吧。是皇后。昨夜我在御膳房外听见2个宫女议论说，近来送去东宫的膳食不同于往常，常常有一些太子本不吃的东西，而且量还比平日的多。他们还说什么？他们还说，听到东宫里面传出太子与别的女子的嬉笑声，还听见太子喊“若霞，若霞”什么的。臣妇本欲上前追问，但天太黑，他们一会儿便没了踪影。臣妇实在未看清他们是谁。什么？太子竟敢将那云氏私藏在宫中，简直是不将本宫放在眼里。我们去看看。记住，这件事切勿外传，尤其不能传到皇帝耳中。是。新兰，在。传令下去，不准任何人告知太子本宫来了。是。若霞，你手艺可真好。这蜀铠本就华丽，让你这么文饰一番，更显气魄了。日后本宫定穿它上战场，为我大隋立不世之功。殿下，我在这副蜀铠的内甲处绣上了我的名字，日后您若上战场，便如同我在身旁陪着您一样。不对，我也要陪您去战场，我一刻都不想离开您。好好，日后本宫去哪儿，便带着你去哪儿，你便同本宫一起打天下。殿下本就英武之姿，您若穿上这蜀铠，定显得更加威武。君子万年，宜其遐服。我却只能娶一个不爱之人共度余生。唉，悲矣。太子，这世间万事多不能如愿，太子又何必如此伤感呢？二叔母，是你啊。太子还在为那云姑娘伤怀。二叔母，你可别乱说啊！我可没有。你若真没有，又怎会不听皇后之令，仍将那云姑娘藏在东宫？二叔母，你真别乱说，我早就将那云姑娘送出宫去了。送没送出宫去，太子心中自然有数。太子，我是你的叔母，我即便是知道些什么，我也不会出卖于你。相反，叔母是过来人，还能帮你出主意。出主意？出何主意啊？我与皇后嫁入杨家多年，她的脾性我自然是清楚。她一直以来都很有主见，且一旦认定了便会坚持。你若违背她的意愿，只会将事情越弄越糟糕。那二叔母的意思，不还是让我娶那袁氏吗？太子，袁氏你是非娶不可，娶了袁氏才能让皇帝皇后高兴，那剩下的事情也就好办了。那二叔母的意思是，我先顺了父皇母后之意，娶了袁氏，然后再娶云氏。正是，你堂堂太子，又不是只能娶一名女子。若是我娶了袁氏，母后还是不让我娶云氏呢？太子，若是那云氏怀了杨家的孩子，皇帝皇后
总不至于将他赶出去吧？对呀，还是二叔母高明，谢过二叔母。参见殿下。我说了不准进来，出去！不准本宫进来，本宫可就走啊！不准走，妾身以为是别人呢。本宫不走，不走。本宫的心腹如此貌美，本宫怎么舍得走呢？殿下的心腹是那边的太子妃。妾身又不是殿下的心腹。别生气了，本宫心里只有你一人。这新婚之夜也只属于我们，与旁人无关。来，强儿，你今夜越发美丽了，我都不知该以怎样的词藻来形容你了。靖王喜欢，自是喜欢。女为悦己者容，靖王若是喜欢，那日后强儿便多加打扮，可好？好。不好，不好。为何不好？强儿，你可觉得我这靖王府这卧房有何益处？靖王是大隋的皇子，按理说，皇子的府邸大多装饰的富贵华丽，可你这儿却异常简朴，所以靖王不喜奢华。你可知我父母皇后的寝宫更是简朴，甚至帘子破了也是补了再用。母后身为一国之母，却常常素雅打扮，你可知为何？有些人生性便喜欢简朴，父皇与母后也是如此。这自是一方面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。前朝便是因皇室及官员奢靡成风，烂了国家根基，终至亡国。父王与母后不想重蹈覆辙，故以身作则，杜绝奢靡。所以，靖王便以父皇母后为榜样。是。既是如此，那我这个靖王妃，自是要夫唱妇随了。我明白日后该怎么做了。强儿如此明事理，得此贤妻，夫复何求？只是委屈强儿你了。强儿不委屈。身为皇子，靖王严以律己，不图逸乐，
胸怀国家，前途命运，强儿得此夫君才是三生有幸。只不过，强儿突然为靖王感到可惜。可惜什么呀？靖王才干出挑，人品贵重，本该大有所为，如今却只能为王。强儿失言，强儿不该莽撞乱言，靖王恕罪。强儿何罪之有？知我者强儿也。只是这番话，你我心中知晓即可，不可再对第三人说。强儿明白。今日饮下这合卺酒，从今往后，你我便是夫妻同心，共谋大业。今夜的合卺酒，本宫只会与你共饮。殿下，